疾病不外乎源自两个层面的问题：身体组织运作层面的体伤问题，身体能量层面的热能不足问题。体伤表现在症状，热能反映在体力，因此所有疾病症状，包括体力虚弱，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。体伤可直接导致症状，热能不足则可通过影响体伤间接导致症状。症状本身一般不会致命，但症状越严重，表示体伤也越严重。身体为修复体伤以解除症状，必会消耗更多热能，而严重热能不足可危及生命。反过来，严重热能不足也会使体伤进一步恶化而加重症状，陷入恶性循环。所以，体伤严重也代表热能严重不足，反之亦然。它们彼此相互影响，共同左右着病情的变化。因此，治疗疾病必须同时解除体伤及改善热能。这一段辩音一开始就讲，人体的疾病不外分两个层次，哪两个层次？一个是组织运作层面的体伤问题，还有一个什么呀？身体能量层面的热能不足问题。这两者你分出来之后，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啊。比如组织运作层面的，它将来会走向什么？走向比如说用药上就会走向成分的问题，那就会谈成分。那如果能量层面的问题，将来要治疗会谈药性的问题。那这个两个思维，正是现在西医跟中医两者最大的不一样。啊，这个我们到后面医疗与保健会进一步再谈。那组织运作层面，我常常讲的，就像哎呀，你的器官就像设备一样，那能量层面就像电力一样。你那个设备要运转，要不要电力供应？要，没有电力，肯定组织是运转不了。啊，那同样的，组织运转不顺畅，会不会消耗电力？也会。啊，所以它两者互为影响。那前面我们就已经讲过，所以最后导致怎么样？你疾病的任何变化，不外就是组织运作，还有什么呀？热能的变化，两者交互着影响你的疾病。所以在治疗疾病上，最后原始点确定，你要解决疾病，必然要同时解决什么？体伤还有热能不足的问题，而不应该是割裂的。所以原始点一定是按完你的体伤之后，然后还要怎么样？温敷，要不要？一定要，甚至要喝姜汤，它是同时的。也就是如果说中医跟原始点是一样，一针二灸三用药，那原始点一定是怎么样？三者同时应用，而没有分开割裂的问题。那中医现在有没有走向割裂的问题？有没有？有啊，你们去找中医师，是不是他一来就一针也用了，然后灸也帮你灸了，然后三用药也帮你开药了？有没有这样？有哪个医师这样做到的？我几乎没有看过，我自己当了10几年医师，我都没这样干过。但是原始点，任何如果学的人都知道，不管你轻症或重症来，是不是都这样用？都这样用，你轻症来也是按推完，一定要温敷，只是时间长短而已。那要不要喝姜汤？也喝，但那个姜汤有浓淡之分而已，但一定会用。所以它三者啊都是同时应用，而没有分科的，而这才是完整的医学。因为体伤会影响热能嘛，那热能又会影响体伤，它彼此互为影响，那你怎么能切割呢？所以治疗上自然就要同步一体这样应用，但很可惜，现在的中医，你看有些会开药不会针灸，有些会针灸又不会开药，那针了又不一定灸，啊，这个就是很因为这样慢慢分割之后，反而重病做不出来了，啊，这个比较可惜。那原始点是一路从各种疾病，从重病也做，所以确定这个完全不能分割的。好，我们。